最近火出圈的黑猴不仅虐了一大帮手残玩家，还折磨了老外们。他们纷纷表示，好玩是好玩，但是我看不懂啊，这《西游记》讲的是个啥呀？其实不仅老外搞不懂《西游记》，老外搞的大模型也不怎么懂。所以这期视频呢，我们就来尝试改造一下谷歌最新的开源模型 Gemma 2，看一下能不能让它变成《西游记》专家。还是老样子，本期视频的所有模型、训练素材和脚本，我都已经帮大家整理打包好了，拜托大家给个一键3连吧。说到Gemma 2，谷歌大概是想用它来跟 Meta 的 Llama 3打擂台的。他们搞了3个版本，26亿、90亿和270亿。比较亮眼的是270亿版本，性能差不多赶上 Llama 3的700亿。其中26亿的小不点是专门为个人电脑、手机设计的，也就是所谓的侧端大模型。不过我瞄了一下评分，发现这26亿的小家伙居然还不如国产15亿参数的千问2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们可以调教它嘛。为了让大多数朋友都能玩一下这个模型，我们这一次就用这个对电脑要求最低的版本来测试。先试试看没训练前的Gemma 2是怎么理解《西游记》的。孙悟空的第一个师傅是谁？是沙僧，他会教孙悟空打坐、骑马和各种武术。孙悟空和唐僧是什么关系？他们是 friend， 经常一起玩耍。不能说不太理解吧，只能说完全不懂。OK， 那我们就开始用 LoRA 来微调模型。什么是 LoRA？ 我们之前的视频已经讲过了，不清楚的小伙伴可以去补一下课哦。这次我们主要聊一下怎么准备训练样本。我的目标是这样的，我想让模型说话像猴哥，烦死了，甚至觉得他自己就是猴哥。爷爷在此，爷爷在此，爷爷在此。同时呢，也得让他对《西游记》了如指掌，人物关系、剧情发展啥的都清清楚楚。要达到这样的目标训练样本，就肯定要包含上面说的这些信息。我们怎样才能有这样的训练样本呢？我的办法是把《西游记》原始的小说文本提交给大模型，然后让大模型根据小说来生成训练样本。那选哪个大模型来干这个活比较好呢？我选用了同样是谷歌但体量较大的 Gemini 1.5 Pro， 因为它有200万的上下文，能一口气吞下一部《西游记》，并且能吐出大量的训练样本，而且还是免费的。朋友们也可以试一下其他的模型，只要模型的上下文够长就行。提示语这样设计，告诉 AI 我们要提取的是关于孙悟空的信息，包含了他的背景、经历、关系等各个方面的信息。最后还是要求 AI 用 JSON 的格式输出训练样本，把《西游记》和提示语提交给他，然后就坐等结果。可以看到生成的训练样本还是很不错的。现在呢，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些训练样本来微调模型了。先下载花子我准备的训练压缩包，解压之后需要大家根据里面的说明，在 Windows 的 WSL 或者是 Ubuntu 上部署一下训练环境。如果不清楚 WSL 2怎么用的话，可以看一下 UP 主技术爬爬虾的视频学习一下。准备好了之后呢，就把刚才生成的训练样本保存到这个文件，然后放到解压后的目录，执行这行命令就可以开始训练了。训练过程大概会使用6GB 的显存，所以大家的电脑显卡如果有8GB 以上的显存都可以试一下。训练完成后的模型保存到 Model 文件里面，其中 gguf 后缀的文件是量化后的模型，量化模型可以直接给一些运行大模型的软件加载使用。这里推荐大家使用 Llama Studio。小 tips， 需要将模型文件放到这样的目录里，才可以给这个软件识别到。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下这位赛博猴哥的表现究竟如何。你和唐僧的关系如何？唐僧是我师傅，虽然觉得他老道不识好歹，但俺老孙答应了观音菩萨要保护他，就一定会尽心尽力。可以看到，这猴哥说话还真是有那么几分神韵的，有些问题他回答的还挺在点上的，相比于原生的Gemma 2确实提升了不少。不过也容易发现这猴还是有点不太靠谱。你要是问他一些宏观的问题，比如说你总共有几位师傅啊，或者你跟唐僧都聊过些啥呀，这猴就开始胡说八道了。但是仔细一想，确实也不能怪他，我们给他的训练样本里边压根就没这些内容，没学过的东西就只能瞎猜了呗。我尝试用微软的 GraphRag 来增强回答效果，但是发现 Gemma 2的 8K 上下文根本不够用，所以如果有这个想法的朋友就可以绕路避免踩坑了。OK， 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。如果还有什么不明白或者有什么建议的话，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面留言哦，花子我都会一一认真回答的。那我们就下期再见。